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，是关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爱情。说起两岸的婚恋差异，那可是我们红娘行业的一大研究课题啊。尤其是近几年，随着交流增多，两岸青年的联姻也越来越多，但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也不少呢。我今天要讲的主角是一位曾经的千金大小姐江雨薇。江雨薇28岁，曾经是上海某投资集团的千金小姐。她从小就被精心培养，海外名校双学位，举止端庄优雅，在上流社会圈内可谓是备受瞩目的交际花。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。2年前，江雨薇的父亲被合伙人设计，公司资金链断裂，父亲在绝望中选择了跳楼。更让雨薇心碎的是，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不到半年就改嫁给了一位富商。妈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爸爸才走半年啊！雨薇，妈妈也是被逼无奈，你父亲留下的全是债务，豪宅、游艇、私人飞机全部被查封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雨薇听到这番话，心都凉了半截，她不敢相信，曾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自己，一夜之间竟然变得一贫如洗。更让她痛心的是，那些曾经围着她转的闺蜜、追求者，在得知她家破产后，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这才明白，原来在很多人眼里，自己的价值就是家族的财富和地位。现实的残酷让雨薇不得不放下骄傲，在一家小型金融公司做了一名普通文员，每天朝9晚5，领着微薄的薪水，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。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梦想，有朝一日能找到那个设计陷害父亲的罪魁祸首，为父亲讨回公道。他期待遇到一个足够强大的男人，能够帮助他复仇。在这种心态下，他对择偶的标准变得异常苛刻，必须有权有势，最好是金融圈内的大佬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帮他实现复仇的梦想。但天不遂人愿啊！2年来，雨薇相过的亲不下20位，可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，要么太普通没能力，要么太老气没魅力，要么就是太傲慢自大。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公司来了一位新客户，陈家元。陈家元是从台湾来的一位创业者，今年32岁，在大陆开了一家科技公司。第一次见面，雨薇就被他温和有礼的气质所吸引。不同于大陆男性的强势和急躁，陈家元说话总是慢条斯理，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你好，我是陈家元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他彬彬有礼地向雨薇伸出手。雨薇注意到他的穿着简单，但很讲究，白色衬衫，黑色西裤，没有名贵的表，没有花哨的配饰，但整个人透着一股儒雅的气质。你好，我是江雨薇，公司的客户经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请随时告诉我。雨薇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。在接下来的接触中，雨薇发现陈家元和她接触过的大陆男性很不一样。他不喜欢在言谈中炫耀自己的成就和财富，不会动不动就提及自己的人脉广资源多，相反，他更愿意倾听别人说话，对每个人都保持尊重的态度。有一次，公司的清洁阿姨不小心撞到了陈家元，茶水洒在了他的裤子上，阿姨吓得连连道歉，而陈家元却微笑着说，没关系的，我自己也没注意看路，是我的错，然后还主动帮阿姨捡起掉在地上的抹布。这一幕被雨薇看在眼里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了波澜。在她的成长环境中，很少见到有人会这样平等地对待地位比自己低的人。慢慢的，雨薇和陈家元的接触越来越多。她得知陈家元的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技术领先，正在寻求融资扩大规模。她也隐约察觉到陈家元似乎对她有些好感，但她从来没有越过职业的界限。终于有一天，在一次工作餐后，陈家元主动开口，雨薇，你下班后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喝杯咖啡。雨薇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她对这个温文儒雅的台湾男人确实有些好奇。在咖啡厅里，陈家元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好感。认识你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很珍视与你相处的每一刻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更进一步了解你。雨薇被他的真诚打动了。虽然从表面上看，陈家元并不是那种能帮他复仇的强大男人，但他的为人处事确实让他心生好感。
好啊，那我们从朋友做起。雨薇笑着回答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正式的交往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雨薇渐渐发现，陈家源虽然来自台湾那个小岛，但见识和胸怀一点也不小。他给雨薇讲述台湾的风土人情，介绍台北的夜市文化，分享台湾的民主发展历程。雨薇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对台湾的了解竟然如此片面。很多大陆朋友都以为台湾很穷，其实不然。陈家源笑着说，虽然我们的国土面积小，但人均 GDP 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。我们有世界一流的科技产业，也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。那为什么你要来大陆创业呢？雨薇好奇地问。因为机会啊。陈家源眼中闪烁着光芒。大陆市场那么大，发展那么快，作为中国人，我当然想参与其中。而且，我相信两岸是一家人，文化上同根同源。我在这里并不觉得自己是外人。听着陈家源的话，雨薇感到一阵羞愧。她曾经下意识地认为台湾是个落后的地方，却不知台湾在很多领域都走在前列。随着交往的深入，雨薇也向陈家源敞开了心扉，告诉了他自己的家庭变故和复仇计划。那个害死我父亲的人，现在风光得很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雨薇咬牙切齿地说。陈家源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安静地听完雨薇的诉说，然后轻轻握住她的手。我理解你的痛苦和愤怒，但复仇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吗？如果你父亲在天有灵，他会希望看到你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仇恨上吗？雨薇被问住了，她从未以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。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仇恨上，不如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陈家源继续说道。当你足够强大时，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自然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不是通过暴力或阴谋，而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正义。雨薇被陈家源的话触动了，她第一次感受到，也许复仇并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也许还有更好的方式来纪念父亲，实现自我价值。就这样，在陈家源的陪伴下，雨薇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她不再执着于找一个能帮她复仇的强大男人，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陈家源虽然没有豪车名表，但他有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规划。他教会雨薇如何在失去一切后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，如何在平凡中发现美好。然而，好景不长啊！就在两人打算见家长的时候，雨薇的母亲得知女儿正在和一个台湾男人交往，立刻表示反对。台湾男人能有什么出息？一个小岛上能有什么大发展？你爸爸辛辛苦苦把你培养成这样，就是让你嫁给一个台湾小开的。母亲的话字字诛心。妈妈，你太偏见了。陈家源虽然来自台湾，但他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理想。他比那些只会炫耀家产的富二代强多了。雨薇据理力争，哼，你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母亲冷笑道，等你清醒过来，就会发现自己错得多离谱。雨薇没想到母亲会如此顽固，一气之下，她摔门而出。陈家源听说此事后，并没有生气，而是表示理解。长辈的担忧也有道理，毕竟两岸还存在一些差异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雨薇被陈家源的宽容大度所感动，更加坚定了和他在一起的决心。但他没想到，母亲居然派人调查了陈家源的背景，并在一次偶遇中向雨薇透露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台湾男友在台北有一套房子，还有一辆车，但全都是贷款买的，每个月还贷压力很大。他来大陆创业，就是因为在台湾发展受限，根本不是什么有远见的选择。雨薇听了心里一颤，虽然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看重物质条件，但还是忍不住有些失落。陈家源从未向他提起过这些，让他感到被隐瞒了真相。带着疑惑，雨薇约陈家源见面，直接问他，你在台北真的有房有车，但都是贷款的吗？陈家源愣了一下，然后坦然承认，是的，我在28岁时通过自己的积蓄付了首付，买了房和车，现在还在按月还贷。在台湾，这是很普遍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追求的是生活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光鲜。那你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？雨薇有些不快，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事情。陈家源诚恳地说，在台湾，
几乎每个中产家庭都是通过贷款买房买车的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我没有刻意隐瞒，只是没想到这在你眼里是个问题。雨薇沉默了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还没完全摆脱物质主义的思维方式。在他成长的环境中，有钱就意味着全款买房买车，贷款是没本事的表现。但在台湾的社会环境中，贷款买房却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。这一刻，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两岸文化价值观的差异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狭隘了。雨薇真诚地道歉，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。陈家元温柔地笑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经历了第一次考验，变得更加牢固。然而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雨薇的前同学，现在是某知名企业高管的林志强，得知雨薇正在和一个台湾男人交往，特意约雨薇出来叙旧。在饭局上，林志强频频暗示自己现在的地位和财富，还不忘贬低台湾。听说你在和一个台湾男人交往，真有意思。台湾那么小，能有什么大出息？跟着我，我能让你重回上流社会。雨薇怒不可遏，林志强，请你尊重一下我的选择。陈家元虽然来自台湾，但他比你有内涵多了。林志强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哟，还挺护着他的。不如这样，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台湾男人有什么特别的。雨薇本想拒绝，但转念一想，或许这是一个让林志强认识到自己偏见的机会，于是答应了下来。谁知这一答应却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风波，没想到这顿饭成了一场灾难。林志强特意选了上海最豪华的米其林3星餐厅，还邀请了几位共同的老同学。一开始大家还算客气，但随着酒过三巡，话题渐渐转向了政治和经济。听说台湾的经济这几年不太景气啊。林志强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家元，物价高，工资低，年轻人都叫苦连天，是不是？陈家元谦和的笑笑，确实有一些挑战，但台湾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还是很强的，比如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，医疗水平和全民健保制度亚洲一流，民主法治建设也是我们的骄傲。哈哈，说得好听。林志强不屑一顾，不过是仰仗美国的保护，有什么真本事？要不是大陆市场这么大，台湾早就成了。在场的几位同学也跟着起哄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。雨薇看不下去了，正要出言制止，却被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女同学抢先开口：雨薇啊，你以前条件那么好，怎么会看上一个台湾小岛男呢？那女同学上下打量着陈家元，语气中满是轻蔑。小岛男有什么好的？ GDP 那么低，能给你什么未来啊？就是。另一位男同学附和道，台湾再怎么发达，也不过是个省级经济体，跟上海、北京比，差远了。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刺向陈家元，雨薇气得脸色煞白，但还没等他开口，那位女同学又阴阳怪气地说，陈先生，我听说台湾男人都很妻管严，在家里都是老婆做主，是这样吗？这下整桌人都哄笑起来，雨薇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站起来，够了，你们太过分了。陈家元是我的男朋友，请你们尊重他。林志强却趁机落井下石，雨薇别激动，我们也是为你好啊。你爸爸当年是什么身份？怎么能找一个台湾小开呢？就是啊，那位女同学也跟着说，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找了个台湾男友，不得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啊。这句话彻底触及了雨薇的底线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就在这时，一直保持沉默的陈家元站了起来，他的脸上没有愤怒，没有屈辱，只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平静。各位，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。我理解你们对台湾的一些看法，也许是出于关心雨薇，也许是出于其他原因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他的出身、国籍或者地域来决定，而应该由他的人格、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。餐厅里渐渐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被他的气场所震慑。我来自台湾，是的，台湾是个小岛，也是的，但小岛上也有大梦想，小地方也能孕育大智慧。陈家元继续说道，我不否认大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惊人的，这也是我选择来这里创业的原因之一，但请不要因为地域的差异而轻视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。
接着，他看向那位出言不逊的女同学，至于台湾男人妻管严的说法，我认为平等尊重的家庭关系是值得提倡的。在我看来，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，共同决策，而不是一方完全主导另一方。然后他转向林志强，林先生，我很感谢你邀请我参加这次聚会，让我有机会与雨薇的朋友们相识。但我希望我们之间的交流可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而不是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。最后，他深情地看着雨薇，雨薇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的身份，你承受了很多压力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的家庭背景，不是因为你的外表，而是因为你的勇气、坚强和善良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这番真诚而有力的话语，不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，也让整个餐厅的客人都被吸引了注意力。就在此时，一位坐在附近的中年绅士站了起来，开始鼓掌。紧接着，另一桌的顾客也跟着鼓起掌来。渐渐的，整个餐厅的人都站起来，掌声如雷。那位中年绅士走到陈家元身边，伸出手说：“年轻人，我被你的胸怀和气度打动了。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，研究两岸关系已有20年。你今天的表现，比我20年的学术研究更能说明问题。两岸同胞，本是一家。”林志强和那群同学顿时脸色难看，尴尬不已。雨薇看着陈家元，眼中满是自豪和感动。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底气和修养，不是靠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，不是靠地域歧视来彰显优越，而是用平等、尊重和智慧来赢得尊敬。当天晚上，雨薇和陈家元走在外滩的夜色中，迎着江风，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雨薇内疚地说。陈家元轻轻搂住她的肩膀，别这么说，我不觉得委屈，反而很感谢这次经历。它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也让我看到了你为我挺身而出的勇气。你真的不生气吗？他们说的那些话太过分了。雨薇还是难以释怀。生气有用吗？陈家元微笑着反问。生气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，改变不了他人的偏见。唯有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，才能真正改变别人的看法。雨薇靠在陈家元肩上，内心无比安定。这一刻，她彻底明白了，真正的强大不是表面的强势和咄咄逼人，而是内心的从容和淡定。这件事后，雨薇决定带陈家元去见自己的母亲，希望能够打消母亲的顾虑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当母亲看到陈家元后，态度明显软化了。原来那天在餐厅的事情已经通过朋友圈传开，母亲也听说了陈家元的表现。阿姨好，很高兴终于见到您。陈家元礼貌地问候。你好，家元。母亲的语气出奇的和蔼。听说你在餐厅的表现很不错啊。哪里，我只是说了一些实话而已。陈家元谦虚地回应。餐桌上，母亲询问了陈家元的家庭、事业和未来规划。陈家元坦诚相告，没有丝毫隐瞒。他说自己在台北的确有房有车，都是贷款购买的。来大陆创业是因为看好这里的市场前景，也希望能为两岸交流尽一份力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担心雨薇的未来。陈家元真诚地说，我可能没有很多大陆青年那样雄厚的家庭背景，但我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。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我能给雨薇幸福，也能帮她实现她的梦想。母亲沉默了一阵，然后说，家元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对台湾的了解太片面了。我一直以为台湾人都比较保守，安于现状，没想到你有这样的胸怀和见识。台湾和大陆其实差异没有那么大。陈家元微笑着说，都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，只是各自的社会环境和发展路径有所不同。这一晚的交谈，让雨薇的母亲对陈家元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临别时，母亲甚至主动邀请陈家元有空带雨薇一起回来吃饭。雨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母亲竟然这么快就接受了陈家元。回去的路上，雨薇忍不住问，你到底用了什么魔法，让我妈这么快就喜欢上你了？陈家元笑着说，没有魔法，只有真诚。你妈妈其实很明事理，她之前的反对更多是出于对你的保护和对未知的恐惧。当她真正了解了我，恐惧自然就消散了。雨薇恍然大悟，原来很多偏见和误解都源于不了解和恐惧。
而消除这些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坦诚相待，用真心换真心。半年后，陈家源的公司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融资，业务开始快速发展。他邀请雨薇加入公司，负责市场部工作。凭借着雨薇的人脉和专业能力，公司的知名度迅速提升。与此同时，雨薇也在陈家源的建议下，开始关注父亲当年公司的一些异常交易记录。通过合法的渠道和专业的调查，他们终于找到了证明父亲被陷害的关键证据，并将其交给了相关部门处理。这比直接复仇更有意义，不是吗？陈家源温柔地问道。雨薇点点头，眼中含泪。是的，用法律的方式讨回公道，爸爸在天上一定会欣慰的。1年后，陈家源带雨薇回台湾见了自己的父母。台湾的家庭生活和雨薇想象的很不一样，虽然没有豪宅名车，但处处透着温馨和幸福。陈家源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，住在台北郊区的一套公寓里，生活简单而有品质。台湾的生活节奏确实比大陆慢一些。陈家源的母亲笑着对雨薇说，但我们注重的是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，而不是表面的光鲜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雨薇真切地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。她看到人们不急不躁的生活态度，看到街头巷尾的人情味，看到社区居民的互助精神，这些都让她对幸福有了新的理解。回到上海后，雨薇和陈家源开始筹备婚礼。这一次，雨薇的母亲全力支持，甚至主动担任起了婚礼策划的角色。婚礼当天，雨薇穿着简约大方的婚纱，陈家源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两人看起来般配极了。林志强也出现在了婚礼现场，但这次他的态度截然不同。他主动向陈家源道歉，承认自己之前的言行太过偏激。家源，我为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向你道歉。林志强诚恳地说，自那次餐厅事件后，我反思了很多。我去了台湾旅行，发现那里的发展和生活水平远超我的想象，我太狭隘了。陈家源大度地接受了道歉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。婚礼上，陈家源的父亲发表了一段感人的致辞，两岸同胞，同文同种，血脉相连。今天，我们的儿子和雨薇的结合，不仅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也是两岸文化的交融。愿他们的爱情如同两岸关系一样，和平发展，互利共赢。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婚后，雨薇和陈家源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挑战。他们的公司不断发展壮大，成为两岸青年创业的典范。他们也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之间，带动着两地的商业和文化交流。2年后，雨薇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，雨薇和陈家源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期待。我要让她同时了解大陆和台湾的文化，雨薇温柔地说，让她知道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都是她的根。陈家源深情地看着妻子和女儿，我相信，在我们的下一代心中，不会再有小岛男这样的标签，只有相互理解和尊重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。两岸婚恋中确实存在一些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，但只要双方能够坦诚相待，相互尊重，这些差异不仅不会成为阻碍，反而能够成为彼此成长的动力。在爱情面前，地域、财富、背景都不是最重要的，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是否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是否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